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平安，以及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钱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生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川普上台100天了，当然他在这段期间接受很多媒体的访问，自己也做了演说。不过看起来他自我感觉良好，不断的对外放话说。批评中国，说中国是全球的头号剥削者。他说啊，没关系啊，现在关税战正在打，有人说我们美国的货架将会空无一物 ，OK 啊，怎么了吗？好，小朋友有2个娃娃，不是30个，没关系啊，而且这2个娃娃会贵个几块钱，大家就忍耐一下吧，这也没有什么啊。好，我们来看看川普他自己的说法。Somebody said, "Oh, the shelves are going to be open." Well, maybe the children will have 2 dolls instead of $30, and maybe the 2 dolls will cost a couple of bucks more than they would normally have our way. They have ships that are loaded up with stuff, much of which, not all of it, but much of which we don't need, and we have to make a fair deal. We've been ripped off by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but China, I would say, is the leading one, the leading candidate for the chief ripper offer. There has never been a country that's been ripped off more tha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他一方面指着中国的鼻子骂，另外一方面说我们正在跟中国谈，而且呢说他有在对话哦，希望最后可以达成协议。可是到底有没有谈到什么阶段又没有说清楚哦。他说从一些报道中，他知道中国的经济现在很惨啊，很糟糕啊，因为遭到了美国的关税的重创。那协议呢？我们看到中国的官媒说啊。这个美国的战略不确定的策略现在呢，美国多方好几个管道来接触，希望中国打开谈判的大门这是来自于玉谈这个玉渊谈天这样子的一个讯息，某种程度它也是中国的官方的一个频道他说对美国有释出很多的管道，希望我们来接触来谈判可是呢，他们的评论是川普硬蹭中国，短短10天之内至少说了11次和中国正在联系。如果你从谈判的角度来讲，川普运用的是战略不确定的策略在美国还没有实质的举动之前，中国没有必要和美方谈，中方需要观察，甚至逼出美方的真正意图，掌握谈和打的主动权，以逸待劳或者是还在观察。我们看到呢，白宫经济备忘录压根没有提什么，这是来自于南华早报的一个报道。他说，白宫和美国的财政部发布的100日经济备忘录和纪念声明里头没有几乎对关税避而不谈，不仅没有提所谓的对等关税，关税谈判成果也只字未提所以大家应该就可以知道了，所谓美中2大国现在对于关税谈判的进度非常少，甚至可能是0那另外我们看到100日是白谎吗美国媒体毫不留情，因为物价狂飙，有一大堆的民怨涌进来有一些民众说这100日觉得好难熬啊，不晓得该怎么样来继续下去。可是另外一方面，川普可能活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他说美国即将迎来好日子，而且我们现在所有东西价格都跌了呀到底有哪个不好呢？油、食品、鸡蛋都跌了呀，没有通货膨胀了呀这是他的说法。可是我们如果从数字上来看，美国第1季今年它的 GDP 萎缩了0.3%这是美国商务部公布的这也是近3年来首见跌了那这都是谁的错呢？川普说股市这么糟，那当然前朝遗毒，这跟关税有什么关系？这都是拜登的错。所以呢，他把锅甩得很远。而另外呢，我们说到他接受 ABC News 的访问他跟记者其实2个人吵了起来，来听听看。You said, quote, hang tough. It won't be easy. You said tha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I said, you're going to have a transition period. We've been ripped off by every country all over the world. They're laughing at us. They thought we were stupid people, and we were. I picked you because, frankly, I never heard of you, but that's okay. But I picked you, Terry, but you're not being very nice. 你看他急着跟记者讲，
我点了你，虽然你是无名小卒，我都点了你，你还这么不友善。我看这就是完完全全展现川普的个性。CNN 当然呢、他一向是反川普的、他就在川普就任100日做了一个事实的查核、说他讲了100个谎言，分别是13个大类通货膨胀啊、性别啊、健康啊、教育、媒体、贸易、经济各种的谎言，所以川普在 CNN 的这个新闻里头是被打脸的。来请教亮哥，怎么看川普这上任100日，美国媒体以及一般民众对他的评价，还有他自己的自我感觉？除了他本人之外，几乎都是负面的了。这个连福斯新闻的民调都跌到38嘛，而且跌在40以下的民调，我现在已经看到3个了。那基本上都是胡说八道居多啦。比如说股市怎么会是拜登？股市大跌是4月，你不要搞错了。怎么会是拜登呢？而且就是这么准确的，4月2号那天才开始的，是，对不对？所以而且整个现在有缺货的危机感，然后它事实上不是只有跟中国没有成果啊，它跟其他国家也没有成果啊，是啊，所以干脆在列100日的那个政绩，干脆就把对等关税之后1个字都不写，因为你没有任何成果嘛，你连日本都没有谈出来，对不对？所以我说，一个政策4月2号到现在已经1个月了，1个月没有任何成果，不可能。你这以美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我看这个是空前的吧，就表示你这个政策很有问题啊。而且目前看来，中国跟他迅速达成妥协的几率几乎是0啊。不然中国外交部不可能出那支影片嘛，那个不贵，把话讲到那么刚然后目前看起来就是。你知道昨天美股本来跌800点，你知道吧？我知道昨天是一个大股灾啊，后来拉上来，你知道吧？对，为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听说美国愿意打电话给中国，真的就这样啊。所以盘中有这样一个消息出来，一个消息出来啊。然后后来微软跟那个 Meta， 它的业绩不错，就这样啊。你就知道说这个僵局你要中国那边让。我觉得不可能啦，因为人家有所准备嘛。他这几天所讲的话真的不知道如何评论啊，因为大部分都是错的。要一个一个评论，觉得很累啊。其实美国人连那个《纽约时报》都已经懒得做那个什么错误指正了，已经都懒了啦。Fact check。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就是怎样，这个已经凸显出他的那个极端的自恋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所以他到现在他又讲了一句话，说100日总统里面我是有史以来做的最好的，结果明明事实是他是有史以来民调最低的，对，有名的最低的然后他说我是做的最好的，那到现在还是一样维持的那样的妄想症啊，觉得全世界都在欺负他，美国媒体都有阴谋。到现在都还是这样的想法所以我觉得他跟外界沟通要用那个正面的，你说对话沟通来产生交集，我难以想象啊。我觉得跟川普谈只有2种逻辑啦，一个就是你就让了啦，一种就是他被不可控的力量打倒了，比如说金融市场，比如说民调比如说缺货、民怨。这3个就会衍生出民怨嘛。他民调低了，共和党会怕嘛。国会议员明年要改选嘛。金融市场暴跌或者开始缺货，只有这种客观的力量能逼他让步啦。你跟他谈没有用的啦，完全没有用啦。他要你先跪了。你看目前他谈过的国家，事实上都表达一定的善意也都没有结果。比如说越南，比如说印度。我没有看到他对越南的46%，对印度的26%有任何调整的建议，都没有看到。这2个国家已经算是释出善意了，没有用啊。那就不要讲韩国、日本了，通通都没有提，欧洲也没有提。目前的状况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有点忧虑了，就不知道你到底要什么。是不是我们如果没有讲到你真心要的东西，你关税根本没有调的可能性啊。可是你不能够叫人家直接送钱给你吧？他就是要钱。有啊，他的顾问不是这样讲，不，他本人没有讲。对，他的顾问有暗示啊，他本人没有讲嘛，直接捐钱。我跟你讲，这个没有一个国家做得出来啦。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国家都尴尬。比如说印度，印度说我可以对你降90%的进口税。是。哦，川普说我说很好啊，然后关税也没有调整啊，什么都要，还是26啊，就是这样啊。所以你要叫人家怎么办呢？是。来，苑老师，这个川普上任100天的民调不到40%，大家想一想这里面的情景，就是说你是以空前的胜利叫 slant victory， 然后获得胜利以后，才干了100天以后，你居然那个民调的支持不到40%，这是何等的羞辱啊！难怪川普会生气啊，他这个人超级自恋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啊，他除了说谎啊，是一个列大说谎。我们坦白来讲，他做的任何事情，对内对外都完全没有达成任何的事务。不但没有达成事务，很多美国的记者发觉，啊，普丁在耍他，戏弄他，泽连斯基在戏弄他。我说句良心话，日本人啊、欧盟啊，何尝不是在戏弄他？加拿大的马卡尼当选后的时候，我跟你讲，有一个评论的最聪明的加拿大人面对一个最蠢的美国人，哇，那这个还得了？马卡尼不得了啊，对不对？爱尔兰长大的话，当过加拿大银行的行长，也当过英格兰银行行长。大家知道什么叫英格兰的银行行长？让加拿大人来当啊，就像是大明帝国里面找个朝鲜人来当那个吏部尚书一样的道理啊。这个还得了？这个人多能干呢！这个人的话呢，经历过英国脱欧，能够维持这个局面，他现在面对这个，所以他一看这个局势，马上提前选举。然后呢，这个川普本身的话呢，现在开始就是稍微有点怂了啊，就讲到说加拿大局势，他在选举投票之前还在讲51州啊。川普没有做成任何一件事情啊。对内的话呢，现在对内他现在问题越搞越严重，得罪了美国的高等教育，得罪了哈佛大学啊，说谎的情况下，使得他人格变得大家都不信任他的同时的话呢，美国现在很多大学就跟着哈佛在搞，100多所大学要告他。然后另外最严重的就是面对中国态度，川普这个人一点文化都没有，他完全不了解这个历史的背景。我们同文同种看得非常明白，大陆强调不贵，你看不贵的影片的话呢，有3个片段是非常需要注意的。第一个，一开始的话就讲到那个一穷二白的时候的照片啊，大陆讲说再苦也不过如此。然后孟晚舟回来的那个照片，还有最后那一句话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用了毛泽东的话，用了2遍呐。这个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川普本身根本都不了解文化，就是中国早就要跟你脱钩断裂啊，他还好意思讲说中国好像只卖洋娃娃给美国一样啊。因为各方面的话，中国本身来讲不要你的农产品啊，中国的话呢有各式各样，大家已经谈了很多，就是禁止出口。那同时的话，美国本身的农产品，其中包含了大豆啊、高粱啊，你要卖给谁？而且的话呢，我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就大家都非常清楚了，中国本身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啊！您的买大豆不能够从巴西进口，说要就要啊！3年前呢就开始做准备，做了8年的准备的时间，高粱什么的，就是这个都是刚需啊！一旦对于巴西转换进口，起码10年不会要美国货。他都不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还在那边胡扯八道，指着那个 ABC 的记者讲人家是什么啊？那你既然把他当成无名小卒，你为什么找到他来？我点名你。他们在吵的原因什么呢？就是说是有一张照片也是川普用了张 P 图啊，这个人的话呢，本身是个参加312帮的人啊，川普坚持他是，然后不是 P 图，那个说是2个人为这么重要的一个访问，为了这么一件小事，搞得不是像小孩子一样闹了5分钟啊。后来川普讲说你根本就是无名小卒，那个人根本就没甩他啊。事后的话让大家都看到，那川普本身的丢脸，其实我说句良心话，川普又笨又坏，但是他第2次当选，就证明美国有一半的人真的是很笨很坏。好，严老师。我昨天我们在国关中心开了一个这个他100天就职的哦，那我是少数啊，就是因为他们分配我是谈内政嘛，那我觉得说今天川普100天，他按照过去美国的历史，就是罗斯福总统开始100日啊，他一推出了10几个很重大的法案来救当时的经济，那确实是让大家耳目一新。
可是这个标准立得太高了，所以后来啊，包括甘乃迪也好，包括这个奥巴马啊，什么克林顿都说，哎，这个100日来检验啊，这个太快了，不可能啊。甘乃迪甚至说1000天都不可能啊。然后他说，可能我一辈子也不好检验。他说但是我们要开始做啊，他只能这么讲。是。那川普呢，就是一个好大喜功，他觉得我也可以跟罗斯福一样啊，搞个100天，然后有东西。你如果一开头谦虚一点，就说很多东西要 take time 啊，那我觉得大家可以接受。但对他的选民来讲，我觉得刚刚我们看到说低于40%啊，这个我是有点惊讶的。为什么？因为他有些政策，国内的政策其实是有满足到部分他的 MAGA 选民的需求，譬如说。遣送非法移民，譬如说把那个非法移民，现在已经大概只剩下2000个每天啊，所以说算是少的，但是他有些执法过当的问题，那个到法院还被最高法院打脸的，这个当然是有，但是他的选民会喜欢看到这个。另外一个 DEI 哦，就是他把这个 DEI 的弄，然后就是对于这个性别这个方面，那他的很多基督教基本教义派的选民是喜欢这个。是。然后你说今年啊年初就是我们讲第一季好了，1到3月嘛，现在4月还没出来。第一季的这个整个的有些数据啊，譬如说通膨啊，一开头1月份是3， 2月份是2.8， 3月份是2.4，哎，这个是对不起，在他关税之前，所以他今天可以拿这些数据来说话，哎，说我确实把通膨降了，从3降到2.4了啊，然后失业率啊从1月份是4， 2月份4.1， 3月份4.2，也不高。我觉得这个他可以拿出来说项，但是你的关税一出来以后，这些数据未来还会更难看。他现在可以拿这些数据出来讲说我表现得很好，可是我真正觉得就是说他的选民支持者对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是喜欢的，可是你执政到现在为止啊，刚才那个亮哥也讲，他没有什么其他成绩，特别他讲的吹牛最大的乌克兰啊，1天之内24小时内解决，到现在呢被普丁打脸到这个地步啊，而且还说美国根本要承认克里米亚没有了，乌东4省可能也都没有了。我觉得你这样搞下去，那你当初讲那么大话干嘛？然后他也低估了中国哦，就是认为说，哎，我只要到大家一定会来谈，结果每天这边乱编故事说，哎，他们有打电话，哎，底下一个官员跟你们有些事情联络，哎，中国也打个电话嘛，对不对？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对于我觉得一个美国的领袖来讲，你是美国全世界的领导者，是你的领袖这么轻浮，这么天天撒谎。我觉得对美国人来讲也是一大羞辱啊！对，这个羞辱可能还要再持续3年，或者是大家还是得习惯。讲到川普跟习近平，到底谁比较想和对方通电话呢？我们来看看美国的记者 ABC 的记者乔纳森，他其实在4月10号有讲过一段话，我们先来听听看。You know, Trump seems to be practically begging for negotiation, saying China wants a deal. He wants to hear from China. But, George, as of late last night, I was told by senior White House official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not reached out. There has been simply no response from China, no sign of negotiation. President Trump is calling President Xi his friend, but right now his friend is not picking up the phone. 好，这是4月10号的新闻，今天是5月1号，也就是说整整3周，川普可能都在等电话，一方面放话，一方面等电话，可是这通电话始终没有接上。好，那另外我们看到，我们都说美国是民主国家，难道国会没有制衡的能力吗？很多人都在问，有的哦，美国国会，美国的参议院，他们也想要阻止啊，所以他们发动投票，要阻止川普的关税行动。可惜呀，可惜有3位共和党议员有倒戈哦，他们投下支持票哦，可是最后功败垂成，差1票。你看49比49，没有闯关成功哦，所以民主的机制哦，还是有一些没有办法完完全全防治像这样狂人的时刻。而另外我们看到呢，现在美国的企业陷入绝境，中低阶层的民众很担心没有米下锅，可是美国的财政部长还在拍川普的马屁。我们来看看这个贝森特讲了什么话。他说
这个我们恭贺川普，您执政100日取得重大的成就啊！您创造了谈判的优势跟领导的能力，美国的家庭正在重拾财务稳定啊！您如何？您如何？您正通过精密制造业填补中间地带。都是在拍马屁，这样才有官可以做。而另外，我们看到 Amazon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电商，现在它的出货量锐减。那美国的这个物流的巨头 UPS 现在宣布裁员2万人，因为这种包裹的运送，你现在没有出货量，那老板撑不下去，当然要裁员他甚至呢，这个裁员啦，还有各种的这个成本，现在都在往下降。而关税打乱美国企业的布局，还有一个事情，大家来看一看，美国通用汽车 GM 本来它今年是有获利的那它现在突然撤回了2025年获利指引，并且暂停4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一直要等什么？等美国关税的影响有更清晰的评估，大家都在等。而且他推迟了股东会，因为不知道川普要干嘛所以你要等到这个政策更明朗，我才能下一步那另外大家来看看美国的零售商，他们只好把这个关税这个自己吸收嘛，因为他们要供货，要不然货架都空的怎么办呢？那美国的企业说他没有办法轻易更换中国的供应商，因为更稳定，或者是更便宜，或者是合作很久，反正各种原因，他没有办法轻易更换啦所以你看到在宁波港中国的宁波港有一批批运往美国的货物还在装箱，有一些还是在出货，来自于美国零售商，他有一些自己已经吸收了那个关税的成本那我们再来看看，有325亿中国专用货遭到退单，什么意思？大家知道中国大概上个礼拜吧，它祭出新一波的反制行动，是取消这个美猪的进口订单，大概是1.2万吨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些美猪本来这些养猪户养的猪是要送到中国去的，现在中国市场不要了，他们不确定还能够去哪里所以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影响，非常广。非常深，而且一个一个现在浮出来了。我们再来看看黄仁勋川普有称赞他他称赞我们台积电，还有称赞黄仁勋的辉达他并且说黄仁勋是聪明人 ，smart cookie 然后说他会在美国打造最强的 AI 晶片制造基地，投资5000亿，因为这是他的攻击他要 present 出来给美国人看。可是我们来看一下黄仁勋，他有示警他说这个中国的 AI 实力没有落后没有输很多所以他一直在呼吁川普改变晶片的出口。他说华为很难对付那大家看看这个拜登他卸任前，他其实有做一个晶片的3级管制，他就分成3等级嘛，像我们台湾日本、韩国跟美国比较好的这些盟友是第1级是可以出口，那第2级呢，就除了第1级跟第3级之外的120个国家中间的那些国家，第3级是谁？就是美国想要点名的中国、俄罗斯、伊朗、北韩、叙利亚这些22国是管制的像是晶片。可是现在川普他不他说不要这个晶片是我们的武器，所以他要1对1的双边协商他要打破这个拜登的游戏规则。另外我们再来看看 DeepSeek， 他们说 R2 5月要发布全部用他们自己的华为晶片。来亮哥很难评论我跟你讲就是你的体制跟中国不一样嘛，中国当然有受创，他当然有一大堆出口商是要卖到美国的嘛，对，那他货也出不去结果他国内在干嘛？外贸企业转内销，所有单位都配合，就是这样嘛。那美国内部有这种运动吗？没有，抗议，他们只有抗议。美国猪肉卖不到中国，那国内多吃点猪肉吧，不会有这种事就没有这种事。对啊，可是中国大陆是我们知道京东阿里巴巴、拼多多、还有那个永辉超市，它都设特别的绿色通道，要让外贸企业进来那当然没有错啦，有些还是卖不动对，那卖不动就你领基本工资，暂时歇业那如果你真的要离开，那你还是要给人家遣散的一些钱嘛。目前政府就是这样在做事啦。那有一些码头，比如说苏州港，货就一直堆，
出不去啊。苏州港就3个月不收钱，宁波好像也是。对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那个体制就是整个政府都动起来了。是的，然后融资，他也开始让民企可以拿到多一点钱嘛。我觉得这个看起来就是中国是有准备的，他把它设想是一个最坏状况，那我就顶住嘛。那当然他也努力的在看可不可以销到第3国了。是美国呢，比如说亚马逊，我们用亚马逊做例子了。亚马逊这个裁员4%，这个算很小哎。亚马逊本来想要把那个成本转嫁到消费者，那可是呢，他又想要对顾客表示我不是乱涨价，所以他就要注明裁员是 UPS 啦。UPS 是对，亚马逊美国联合包裹服务，亚马逊就弄一个标签，说我们不得不涨价，因为关税。那川普跟那个李维特就把他痛骂一顿啊。对啊，结果贝索斯只好把那个 tag 拿掉啊。那就消费他怕会影响商誉嘛。对，你为什么给人家乱涨价？其实我坦白讲，我是蛮怀疑的哈。像沃尔玛跟 Target 哈，他不是承担了关税吗？对。你认为他承担了145%吗？不可能啦，那生意怎么做？我认为他只承担了10%。对，那个145%，川普根本就偷豁免了。我相信应该是偷豁免了。10%还能够承受。对，145怎么可能呢？不可能。所以我认为他们那天谈完了，对，川普就说啊，暂时给你豁免到年底了。可是不能讲。不能讲。对，尤其是节庆的产品。礼物这些就是 Christmas， 对，所以那个 Christmas 就豁免了，对，所以中国才继续出货嘛，可是不能讲，对，不能讲啊，讲了就表示你美国没有这个耐受力，是啊，你还要在那边装逼啊，不是吗？我觉得川普现在的问题就卡在这里可是他现在只限节庆的货品是，那其他的呢？很多人都说。在1个月之后你就知道了，在1个月之后，陆续的东西就开始缺货。那你认为民众没有感觉吗？不知道。我认为川普现在已经有点乱了啦，而且走一步算一步，是，所以他就急啊！中国奇怪，怎么还撑得住啊？怎么还没被我打死啊？怎么没有来跪舔我啊？都没有啊！他现在就。我认为他没有机制让他撑住了，是因为美国没有国营事业，企业哪里是你叫可以叫得动的？对呀，对不对？美国所有的因素都是自由的，民众也是一样，抱怨就对你抱怨，抗议就对你抗议，连共和党都要叛变。可是我跟你讲，他如果真的有人做了表决。他就用否决权来统治就是他可以否决总统可以1/3统治他真的极端的可以1/3统治所以那个也没有用了，所以这个也无法制衡他没有办法因为理论上他可以1/3统治，行政命令都签了对那很可怕呢。好，来苑老师，我跟你讲啊，这个局面啊，其实讲起来就是团结的中国面对分裂的美国然后呢，有志气的中国面对没底气的美国然后呢，就是投资未来的中国面对只相信过去辉煌的美国这个是非常明显。那个贝森特讲了什么话？乱估计这个1000多万人失业，你怎么估出来的？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大陆跟美国之间比起来，你好日子过习惯了。我们中国人说一句话：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就是说苦日子当中吃饱饭根本不成问题然后呢，为什么大家很团结就是你贝森特乱讲的话呢，看不起中国本身，中国本身它对于这个制度上它有优势你这个不是有没有人抗议而已就大家要了解，在大陆所有的人都认为说，现在真的是到了一个要该团结的日子。我说句良心话，那个疫情的期间大家对于中国的领导阶层到底有没有能力产生怀疑这一次都阴霾一扫而空我跟你讲，
说句良心话，你不打电话可以，但你要感谢川普啊，让你整个中国都团结起来。这个讲起来成了非常非常吊诡的辩证逻辑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川普本身搞这一套的话，就是中国本身一直在苦苦等这个机会。我说句良心话，等了8年，现在终于有机会一次出来。刚刚大家提到那个黄仁勋的时候啊，黄仁勋接受采访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讲说，因为美国人都搞不清楚大陆的 AI， 大陆 AI 不是只有华为啊，大陆的阿里巴巴里面的话呢，整个杭州地区这个杭州6小龙都出现了好多，就是那个投1000问啊 ，Kimi 啊什么。我自己随便一念的话呢，就5、6个。那个 DeepSeek 只是说在杭州是因为它比较有名的原因，是因为它很干了美国资本市场啊。那么黄仁勋里面讲了一件事情啊，他基本上讲了3件了。我自己在台大教科技哲学的，我都非常了解啊。因为你这个科技的要发展呢，第一个要有人才，第二个要有政府，你第3个的话呢要有志气啊。这个非常重要。你发展的话呢，因为大陆现在所有的科技人才，1年200多万个工程师，大家都知道，听着政府话往这边来用气。那么这个有底气的，对于美国情况，那个黄仁勋他里面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我们，人家那个记者问说，哎，是不是华为大陆的 AI 离我们还很遥远？他说非常近啊。然后另外讲的说，这个是一个长期的 infinite 啊，就是一个无止境的斗争。他讲了一句话，这个大家美国人没讲。他说：“搞 AI 的人50%是中国人的，你还比什么东西啊？你听那个话里面，他就讲得非常清楚啊，就是你搞 AI 的话，大部分都长我们这个样子。所以说，亮哥，我们长这个样子现在非常值钱，你知道吗？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现在美国凭什么还跟华为斗，还什么的？你假设中国搞不出来 AI 芯片，我跟你讲，升腾910B、C、D。”马上出来，到5月份的时候，华为有很厉害的 AI 晶片。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美国的话呢的围堵，那根本一点效力都没有啊。所以说那个台积电的讲上亿就讲说，你的围堵的结果是让中国制造奇迹啊。是，我说句良心话，我还蛮高兴的。我真的蛮高兴的，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围堵啊，让我搞出来，就是说一下子分出来了个高下胜负啊，非常明显了。对，而且以后世界可能会变2极哦，变2个世界。来，请教严老师。我讲第一个，这个参议院这个案子哦，说老实话，其实是一个动作啊。为什么？因为众议院已经表明了，他们到9月底以前不让这个进入众议院啊，所以你现在只是表态而已。但是这个表态呢，有参议院有几个共和党的参议员，有3个是支持啊，就是这个就是要改变这个政策的。这3个里头啊，那2个女性常常都是反对川普，那我们可以预料。可是还有一个 Kentucky 的这个 Rand Paul， 他是一个属于就自由派的这个自由公民派，就是他不愿意政府管太多的事情，不管是经济也好，不管是这个个人的生活也好，所以这样的一个人领先来做，我觉得对川普来讲多多少少还是有点意外的。那更重要。他另外有2个人说没有投票嘛，49对49，一个是我们的台湾女婿了 McConnell 啊，就以前的参议院议长，他如果投一定是反对，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民主党要投也是反对，那就表示说，哎，有2个本来应该是反对的，这边就通过了，哎，可是很多他们最后49对49要靠范斯来投这个决定性关键票，对，可是很多人说。好，投得好，就让范斯来投这个，然后把这个就让大家看出来，说民主党做了努力啊，以后所有的问题，不要说民主党没有挡过，试着挡过了，然后出来的问题全部都是你共和党啊一起来承担。那我觉得这个是现在这个至少我觉得在议会里头还会有一些不完全同意川普的支持，就像亮哥刚刚讲，人家明年要选举，天天跟你这样混。哦，这些贝森特在那边这个拍马屁，他们都无所谓。对，你要面临选民，你不能这样子。那我觉得啊，川普最大的麻烦就是美国现在最大麻烦。好，刚才已经讲了，说 AI 讲工程师这些的，哎，中国人占那么多，华人占。哎，以前美国就很简单，我用我美国的自由把你们所有的科学家全部吸过去。哎，结果你现在反中情绪这么高，人家不过去了。哦，而且他去了还没事，被忽然抓出来把你驱逐出境。是，那现在这些本来有可能变为你所用的人，就像我们想说秦朝，对不对？那个时候当年秦国啊，广纳这些人，结果一下子逐客令来了，就把他们都赶走了。那这个你一赶走以后，你就是让中国继续在这个方面会保持优势，所以我觉得美国
常常没有想清楚很多。然后你说这个贝森特说会制造业，对不起，制造业我们20年前就讲过，美国的制造业不是就是外包啊，就是这个自动化，然后就是这个裁员，然后就是用这个所谓的就是这个叫做什么进案啊，以前是就是往外面搬嘛，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为了什么？是赚钱。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川普这个关税应该让美国人看到，包括这个 Amazon 他们讲的，就是你们这些企业赚了多少钱？人家原来成本在越南是那么便宜的，结果你现在我觉得美国人应该去检讨一下他们的大企业这个获利的这个高度啊，是不是你根本就应该牺牲啊？如果你真的要撤那种关税，把这些获利啊，真的是减少，让一般老百姓不要那么痛苦。是没有错，这些大企业是不是拿了太多不该拿的钱？可能有很多的。可是川普觉得大家都欠他，是很多的事情，大家都可以思考一下。川普的狂妄其实改变了很多的事情，包括加拿大的大选。也是因为川普而有了新的局面变天了哦。我们看到这个卡尼他当选呢，他是自由党的哦，他以这个强硬对抗川普闻名哦，某种程度也是因此而胜选。我们看到他说，川普立刻发贺电，并且讲说我们两个关系会很好。川普的态度有改变呢，哦，他有改变，而且他还自己讲说卡尼会来我们美国访问，我们两个人会见面。可是卡尼的回应是什么？卡尼说：“我加拿大绝对不会向美国屈服，而且我要不要去跟你川普见面，我还在考虑呀。”哦，我们先看川普这一边哦，这个加拿大的大选一落幕哦，他就自己讲，我跟卡尼的关系很好，而且卡尼1个礼拜之内会出访白宫哦，用 nice gentleman 去形容他。哦，可是对方没有回应，就是他没有说我会去1个礼拜，所以也是丢脸。万一1个礼拜之内卡尼没有来的话，哦，卡尼接受 BBC 的专访的时候讲说，加拿大只会依照我们的条件跟川普展开贸易谈判，还有安全会谈。加拿大是美国超过40州的最大客户，我们值得也期待受到尊重哦。所以我们看到卡尼这个以后主政下的加拿大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有改变哦。不过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卡尼他在庆祝他的胜选，他也跳了一段舞哦。那这个舞蹈，你看他们举高他们的手臂哦，他们的这个手肘哦。那有一些网友说，哎呀，这个跳着舞姿有点很尴尬哈。其实是一种防卫哦，在他们这个曲棍球上面是一个防卫这样子的一个姿态。而另外我们看到这个选举结果哦，讲的是加拿大的大选结果出来之后呢，其实也挑战了川普的贸易战的策略哦。因为加拿大的选民大家知道，在过去这几个月，其实对于美国越来越讨厌哈，他的用选票来否定川普的贸易战，宁愿承担捍卫主权的代价，也不愿意为经济轻易让步。你把我当作你51州，你开什么玩笑啊？而另外，加拿大对中国大陆好像好感有升温哦。因为过去其实加拿大也蛮反中的哦，因为跟着美国的脚步走嘛。现在中国制造比美国制造强多了，有这样的声音出来了。民调显示，31%的加拿大人认为应该扩大对中国的贸易关系哦。在2023年只有7%，2022年只有5%。你看这个民调差多少？而另外，欧洲也兴起了一个反美的浪潮哦，很多人现在也不到美国去读书，也不到美国去旅游了。那我们看到呢，中国大陆就趁机递出橄榄枝哈。我们看到欧洲的消费者说，我不买美国货哦，不管抽多少关税，我都不买哦，因为认为川普的做法太过分了。那中国大陆在这个时候趁虚哦，赶快进驻哦，他们打算做什么呢？过去有一些欧洲议会的议员，因为人权议题啊，种种的东西对中国不是很友好，所以他们给人家制裁。那现在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就说，要开始准备解除这5名欧洲议会议员的制裁，作为促进中欧关税谈判的措施哦，还说欢迎这些这个欧洲的议会到中国来走一走。我们再看看克鲁曼，其实他已经发出好多次的忧心的呼吁了，关于川普的关税战。他说：“你开出的贸易条件令人难以接受，川普是蹩脚的教父。”哈，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卡尼打出反川普，结果让自由党胜选，一直到跟日本的贸易谈判失败，还有宣称跟中国谈判，可是遭到对方打脸，都凸显了川普2.0的贸易还有外交政策注定失败，全盘皆没。而另外，大家看到这一幅图哦，最近
在国际新闻里面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这是教宗方济各的这个葬礼上面，我们看到在一个教堂上，川普跟泽伦斯基坐下来谈，他们谈什么？美乌的矿产协议签了，川普拿下优先开发权，签有保障哦。那这个强调收益超过金元的3500亿元，用大白话讲哦，讲的好像是大家一半一半，可是哦，这个控制权虽然看起来这个两边都有，可是乌克兰没有拿到他们想要的安全保障，所以到底谁赢了，谁输了？来请教亮哥。这个加拿大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民族啦。我讲2点啊，加拿大的出口72%在美国，这么没有筹码，还可以硬杠到这样，很生气啊。你就知道爱国主义还是蛮重要的。是他因为撑得住啊，还拒绝去美国旅游，对然后开始买加拿大的货品，对，那这个自由党我觉得也是很了不起啊，他民调本来输20%，没错，那他们居然可以找一个非职业政治人物，去找央行的总裁，也当过英格兰银行的总裁，了不起，这多厉害的人，找他来当党魁，这个应该给国民党做建议啊，真的是这样啊，然后一个央行总裁，然后这个当了党魁之后，打川普打得之精准啊，政治能力又非常厉害，是一举翻20%，这简直是奇迹啊！而且川普的态度也软化因，为我跟你讲啊，因为这个选举我有去注意，是保守党也是反川普，他喊出加拿大优先啊，可是那个党魁那是一个法裔的皮耶，他就是没他厉害啊，所以我说领导人还是很有作用的啦。其实他们的政策没有差太远，真的都是反川普，都是都是反川普，都一样。可是卡尼就是会表达，当然他是执政党嘛，所以他动员整个政府嘛，力量大，有优势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是用加拿大做个例子啊，72%出口到美国，这对美国是多依赖啊，他仍然可以演出这个局面，对，非常赖清德啊，你真的要反省一下自己啊，朱立伦你也该反省一下自己，真的真的是这样啊，我觉得真的是佩服了。我研究比较政治的，我没有看过这么精彩的选举啊，真是厉害了。对，这可能以后变成我们在学术上面，这个一定是一个 case， 一个教例。它等于是在很短的时间扭转了，大家都认为是一定输的嘛，没错，列入教材就扭转了。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其实有很多经济学家都对川普提出了建议，尤其是克鲁曼。我们来听听苑老师的说法啊，因为这个我看了这篇文章啊，克鲁曼他一开始讲到，他是一个很理性的分析了，是，他是说本身的话呢，就是说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美国人是非常爱国的。Patriot 这个概念，爱国者的话，美国人是非常非常爱国的，那克格兰也不例外啊。这个是当然大家是美国的一个传统。但是他说这篇文章的话呢，他是一开始就强调，就是说川普想要以 Godfather 的方式对待他人呢、尤其是对待加拿大，因为刚刚亮哥讲得非常清楚，就是美国是要吃定了加拿大。但是呢，这个 McCartney 反而把这个力量的回推回去，当上了加拿大的这个总理其实是大家都没有想到自由党能够连选得连任嘛，能够获胜的原因都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因为原来杜鲁道干的就是被人家骂得一塌糊涂，对不对？民调很低，但是对民调非常低嘛，但是呢，就是说这个 McCartney 的话呢，很聪明，他利用了这个情势把它翻转过来。那克鲁格曼呢，他基本上呢所强调的意思，他就用的是就是说 Godfather in reverse 这个 reverse 是倒过来的，就是说你本身的话呢，要对于这里头大家都知道 Godfather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对不对 ？Robert De Niro 讲的话，拍那电影的阿尔帕钦诺他们拍电影，就是说 Godfather 就是说 I'm going to offer you something that you cannot resist。就是我提供给你，你无法拒绝的东西，这个才叫教父。他现在的话提供的东西，人家加拿大根本不但不能接受，反过来利用。这个对美国来，就是对美国来讲的话，习阶层，我说句良心话这个加拿大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爱加拿大的。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加拿大人会买加拿大国旗挂，美国人倒是家家户户有国旗。是，就现在加拿大国旗卖完了，激发爱国主义。对，现在加拿大话连那个这个美式咖啡都不喝了，是咖啡 Americano 的，咖啡 Canadiano， 对，就是说是这个为什么要出现这种问题呢？就是一听到美国这个字，对加拿大人来讲就是极其侮辱。说句良心话，我读书这么久，没有听过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侮辱到这种地步的，没听过。你知道那个川普对其他国家侮辱什么赖索托没听过啦，什么中南美洲的 shithole 啊什么的，海地啊什么的，这个侮辱当中搞到加拿大头上呢，加拿大人不吃这一套啊。现在加拿大是空前的团结，在加拿大空前的团结的原因的话，就是川普 over， 就是川普你提供的东西对他们极其侮辱，这个叫英文叫 insult， 所以你在这种教父的这个表现的情节当中，你川普根本没有资格做这个事情，而且川普本身来讲已经变成一个丑闻，变成一个笑话。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加拿大人目前为止的话，他们被逼的必须要走上这条路。马卡内的话呢，就是跟表现态度，就是我觉得最近有个问卷调查非常有趣，就问加拿大的未来啊，加拿大有43%人愿意加入欧盟。这样，对啊，加拿大人愿意加入欧盟。这个加拿大人加入欧盟的话，美国被欧洲包围了，真的。实际上的情况。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哈。对。好，刚刚杨老师说，川普可能是最佳助选员。因为我这4月初才在加拿大嘛，那加拿大人就说很感谢他，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发现这个整个局势翻转了。他们说如果没有川普当年这个我们说杜鲁道带领的这个自由党是一点机会都没有，而且会输得还蛮惨的哦。结果一下子有了川普出来，结果卡尼这个上来以后，稳住了，然后现在还赢得大选啊。所以这个是川普对加拿大的一个贡献啊，就是让自由党能够持续执政。那现在马上这个周末礼拜6，我们看到澳洲也要选了，澳洲也是现在是Albanese 是偏左的嘛，那他们的保守派就吓坏了，说会不会又因为川普让我们也输掉啊？对，所以刚才我们在讲说53-47，对，所以现在你看如果说今天我们的执政党还一面倒向美国，然后还挺川普，不敢批判，还不能有疑美，是我搞不好下一次我们的这个县市长选举，他们就会受到影响。2026就会受到影响，因为毕竟川普这个，你如果说是美国人很这样，至少还是 gentleman 来对待你可以接受一些。但是川普今天不仅是要把你的东西拔光，然后你看还要觉得说我们的台积电好像是我叫他来他就来，我吓他一下他就，你吃豆腐，你把我们就是侮辱到这个地步。我觉得台湾如果说今天是支持台独，支持要有什么独立什么的，要有主权的，你碰到川普，你难道一点骨气都没有吗？我觉得也不会嘛。到最后就是我们也不是我们比美国人应该可以吃苦一点吧？是啊，尊严也没有。对，尊严也没有。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想要执政，你真的要跟川普稍微做一点切割，因为他这种丑陋的美国人然后你还跟他站在一起，我觉得其他国家也看不起你。